同性恋在世界历史从来都没有非常高的地位，这是由于基督教对很多西方国家的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受到了自己的哲学文化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儒教，这让同性恋的地位更低。中国古代文化对现代的中国人有很重要的意义，可是同性恋在古代地位和现代的地位很不同。在古代中国，同性恋的地位比现在的地位更高，但是还不完全公认。皇帝常常有自己的男妾，但是远没有女妾或者皇后那么重要。如果皇帝有男妾，那一定是后宫的秘密。但是，可不只是皇帝有同性恋的关系。如果一个地位卑微的人要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就要去给地位显赫的人做奴隶，性女就是其中的一种。历史学家不知道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个同性恋，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性取向没有清楚的记载。在中国文化里，性取向也不被人所知，所以历史学家觉得很多名人可能是双性恋。可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也改变了同性恋的地位，儒教间接地影响了同性恋的地位。男女从出生开始就有很严格的性别角色，男孩需要跟一个女孩结婚了，然后生很多儿子，把家族的血脉传承下去。如果一个男孩跟另一个男孩结婚了，他们一定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同样，两个女孩结婚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因为古代哲学的思想根深蒂固，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不能接受同性恋婚姻对传统的传宗接代的家庭责任的挑战。尽管中国人保留着几千年的哲学和文化思想，现代中国的同性恋的地位改变了很多。差不多2000年开始，中国有了反对同性恋的法律，但是大众却对此持冷漠的态度。他们说，如果我不去看同性恋相关的事情，这就跟我没关系。警察的看法是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但是却发生了很多警察去同性恋的夜店逮捕人的事情。近年来，中国的政府的态度也有很大的改变。2009年是第一个中国骄傲节，是在上海举行的。这个节日当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2014年，中国法院第一次发布条例，解释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不需要治疗。虽然过去几年里有了这些改变，可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同性恋还不能合法结婚。结论：中国大陆的政府还应该继续提高同性恋的地位。虽然台湾的同性恋能结婚，中国大陆的还不能。即使同性恋能结婚，他们的地位也不应该很高。中国人需要更改自己成就的文化观念，比如说，男人应该只能和女人结婚，女人的目标就是相夫教子等等。怎么战斗几千年的文化观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文化当然不只是压抑人民的，可是要是同性恋群体在自己的文化中感觉不安全，这种文化一定有问题。